这个场景太神奇，只见大熊的头蹭蹭蹭的变大了，一旁的静香都直呼六六六。这天阳光明媚，哆啦 A 梦突然从一面镜子中钻了出来，他不断抠着自己的大脑壳，好像遇见了什么难题。与此同时，大熊逃命似的赶紧跑回了家，鞋子随便一扔，便匆忙冲回房间，牢牢锁住了房门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哆啦 A 梦赶紧藏起了镜子。趁着大熊还在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立刻问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都是棒球惹的祸，骄阳太美，胖虎太温柔。总之，看看楼下胖虎的身影吧，大熊是一辈子都不想出去了。但是躲得过今天，躲不过明天啊！一个学生能够明目张胆的去逃学吗？大熊直接就和妈妈展开了一场决斗，最后气得妈妈摔门就走，哆啦 A 梦顿时陷入了无奈，只得苦口婆心的和他讲起了道理。可大熊也有着自己的难题，对胖虎的恐惧完全占据了他的心房。他初心不改，坚守原则，除非可以不见到胖虎就到学校，不然想都别想他出门。这难度太低了，完全不是问题啊！哆啦 A 梦想都没想，便拿出了道具出入镜子，只要有了它，自由带回家，还能直接前往镜中世界肆意玩耍。还是算了。刹那间，哆啦 A 梦的脑壳里就蹦跶出了一个想法，但撒泼耍赖的大熊怎么可能同意？最后他成功获得了镜子的使用权。哆啦 A 梦让大熊背起心爱的小书包，然后将它扯进了镜中的世界，在那儿左右颠倒。接下来再摁一下上面的按钮，另一边世界的镜子就成功消失了。就这样，趁着这边的世界啥人没有，大熊和哆啦 A 梦赶紧踏上了前往学校的道路。而让大熊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哪怕在现实中，即使是有很多人的场所，镜子里也是非常空旷。很快，大熊便成功体验了一下上学日宛若星期天的学校。看起来空空荡荡的教室，实际上已经坐满了同学。就连老师也已经拿出了出席簿，准备点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大熊猛地一头扎进了镜子，跳回了现实，直接抢在老师点名点到他的时候，立刻奔到了老师的前面。与此同时，一直在大熊家门口蹲点的胖虎小夫遭遇了迟到危机。等到他们打开教室门，却看见身处其中的大熊，直接就一个头两个大。可来不及细想，就被老师给罚站了。两人越发愤怒，老师一走，他们便赶紧展开了对大熊的追捕。好在转角遇到爱，遇到哆啦 A 梦，大熊再次利用出入镜子摆脱危机，让胖虎小夫扑了个空。这也太棒了吧！大熊对这个道具的喜爱值直接加到了最大，有了出入镜子，不管哪里都能自由出入。大熊立刻将镜子抱到手里，表示起了想借道具的真切愿望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哆啦 A 梦竟然一反常态，直接把东西塞进了百宝袋。大熊疑心顿起，迅速跟哆啦 A 梦展开了对峙。哆啦 A 梦满头大汗，是越看越心虚。好在这个时候，妈妈适时燃上了场，直接救哆啦 A 梦于水火之中。恭喜大熊成功获得一个买菜的任务，可大熊立马化身钮祜禄氏，就顺利套路哆啦 A 梦，再次夺得了出入境的使用权。但是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？那就太年轻了。大熊一钻进镜子，就赶紧将买菜的包扔了出来，然后光速收起镜子，逃之夭夭。哆啦 A 梦瞬间抓狂，疯狂从百宝袋掏起了道具，就连妈妈叫他吃铜锣烧，也丝毫无法将其阻止。好不容易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道具——逆世界出入油。将这个油涂在像镜子一样反射的镜面上，便能从那儿进入镜中的世界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得去哪儿找这种地方呢？这个时候，大熊正畅快地享受着镜中世界的肆意与自由，而胖虎小夫正在静香家门口进行蹲点。可是左等右等都看不见大熊的踪影，气得胖虎对准小夫的头就是狠狠一击，顿时一个大红包便闪亮登场。大熊通过镜子看到这一状况后，突然来了兴趣，决定用出入镜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。首当其冲的便是小夫。大熊趁着小夫跑去洗手，直接风卷残云，将他的豪华点心一扫而空，只留下一张字条，写着镜子被入。什么玩意儿？接下来就是胖虎了。大熊趁他不在，赶紧找起了自己被胖虎强行征召的漫画玩具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突然一阵脚步声从远方传来，吓得大熊匆匆撤退，只留下了一片狼藉。而胖虎妈妈怒火中烧，对着刚回到家里的胖虎直接就是一巴掌，打得他眼冒金星。可怜的孩子王在家只能乖乖受委屈。与此同时，
哆啦 A 梦终于找到了自己预想的场所，在逆世界出入油的作用下，顺利从浴池的水面进入了镜中世界。就这样，扑通一声，哆啦 A 梦直接摔了个屁墩儿。和之前不一样的是，他所来到的地方不仅左右相反，连上下都是颠倒的。好在机智如他，立刻来了个飞檐走壁，便成功将难题破解。此刻，满目怀春的大雄一个不小心就擅自闯入了静香的房间。直到新上人因为拉小提琴受到了邻居的责怪，他立刻开启护妻模式，再次发出了一张字条，准备邀请静香前往镜中世界一起玩耍。但是，这个镜子被褥简直是令人头秃啊！大雄啊大雄，还是多读点书吧，怎么就把镜子怪人写成这样了呢？而且你这个突如其来的出场方式，委实是太吓人一点吧。就这样，静香直接就被大雄扯进了镜中世界，在这里就能随便进行小提琴的演奏了。金大雄是个英雄，竟然能够扛住如此动听的小星星，厉害了！之后两人一起东走走西逛逛，还一起去电影院看了次宛若包上的电影。大雄难得见到了静香花痴的一面，但是随着他们进入后山的范围，事情开始有了变化。本次的副本正式进入了加载，刚开始两人还能安慰自己想太多，根本没有第三人。但是随着机械声响起，他们终于发现一台诡异的机器以及一个奇怪的黑影。好了，其实就是哆啦 A 梦嘛。两人瞬间解除了警报，上前询问起了状况。但是哆啦 A 梦，你的借口和演技能够再高超一点吗？我只是差一点掀了你的鞋，大白天的进行什么天体观测？秉持着越想让人离开，越是掩藏了什么秘密的信念，大雄静香迅速追问起了缘由。原来这个机器名叫漫无计划细菌制造机，是个能够制造出新品种细菌的装置。哆啦 A 梦想制作合成铜锣烧的细菌，不过危险性还是很高的，所以哆啦 A 梦特意在无人的镜中世界进行起了实验。这下好了，大雄顿时来了兴趣，直接就上演了一出乱摁按钮的神奇操作。哆啦 A 梦迅速将他踢走，却依旧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金光一闪，铜锣烧瞬间出现在了器皿上，哆啦 A 梦忍不住眼冒桃心，直接就下口吃了起来。可意外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，突然铜锣烧就膨胀了起来，吓得他赶紧就将铜锣烧丢在了地上。原来大雄无意中合成出了铜锣菌，只要有空气它就会无限膨胀。没办法了，三人只得赶紧撤退，可是输入镜子却直接被压在了铜锣菌底下，他们只能迅速逃跑了。哆啦 A 梦提出可以再次从浴池撤退，可是铜锣菌的膨胀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转眼就侵占了浴池的所在。好在哆啦 A 梦赶紧拿出了竹蜻蜓，三人成功飞到了铜锣菌的上方。这个时候，全世界的温饱问题终于解决，但是他们的生存问题却迫在眉睫。突然，一个想法蹦跶进了哆啦 A 梦的脑壳，他赶紧拿出道具身体帮谱。现在只要将吸盘放在身体的一部分上，帮谱就能让它变大。就这样，大雄的头迅速膨胀，最后长得比铜锣烧还大。随后，大雄三下五除二就上演了一出吃货拯救世界的优秀剧目。最后众人找到了镜子，他们终于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。可是刚刚进食完毕的大雄肚子实在是太大了，他竟然卡在了镜子里，完全无法通过。紧接着还一个不小心，直接一屁股坐碎了镜子。不愧是天气之子啊，大雄，你就这么享受着独处的自由与快乐吧。开玩笑，任意门去不了，时光机拿去修理了。就在哆啦 A 梦十分抓狂的时候，静香顿时智商上线，提出了缩小灯的建议。就这样，灯光一照，大雄成功缩小，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。随后大雄让哆啦 A 梦把自己复原，但哆啦 A 梦为了让他长长记性，并没有理他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静香拉的小提琴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